注意看，男人在棺材上滴下3滴鲜血，随后他用折扇轻轻一点，下一秒棺材瞬间就变成了红色，随即里面竟传出婴儿的哭声。此时棺材盖子突然打开，没想到死去多时的女人竟然在棺材里生下个白白胖胖的孩子。大家见官发财，大吉大利。此时双击留下一句财源滚滚，新的一年必定心想事成的好运连连。众人看见这一幕无不震惊，原来女人名叫翠花，几天前她准备进庙上香，不料腹中却传来一阵刺痛。就在此时，庙门上的牌匾突然掉落，险些就将翠花给砸死。此时一位算命师走了过来，他表示翠花肚子里怀的乃是千年一遇的天煞孤星，命中注定会克父克母。可是翠花却不相信，坚持要将孩子生下来。没想到此事被翠花丈夫一家知晓，杨老爷害怕翠花肚子里的孩子会克死自己的儿子，于是便带人找上了门，将翠花和她腹中的孩子残忍杀害。然而就在翠花死后的第2天，灵堂里的棺材竟然飞了起来，一直飞到了庙门前。正当众人疑惑不解时，之前的那位算命师再次出现。算命师很同情女人的遭遇，于是便在棺材上滴下3滴血，为棺材里的孩子续命9年。随后他告诉众人，等到9年之后，必须要找到孩子的亲生父亲，用他的心头血来为孩子续命。随后他用扇子轻轻一点，棺材瞬间就变成了红色，紧接着就听见里面传出婴儿的哭声。没想到女人果真在棺材里生下了孩子。时间很快就过去了8年，当年的婴儿也已经长大成人，他自小就是吃百家饭长大的，街坊四邻便给他取名为天养。然而从棺材出生的他，从小就有一双阴阳眼，能看见常人所看不见的东西。他也凭借这种能力去赚钱，看见谁家有魂魄飘出来，就带着2个小弟立马走上前接火，连棺材都给人家准备好了。然而这天他们就没那么幸运了，女主人认定是他们几个的诅咒才害死了自己的丈夫，于是拿起扫帚就朝着3人打去。这天天养在街上看见了个非常华丽的轿子，于是连忙冲到轿子前躺下，准备想要讹钱。而他不知道的是，轿子里面坐着的正是他的亲生父亲阿文。见这个孩子非常可爱，非但没有责怪他，反而还送给了他1块血玉。而当阿文得知天养就是自己的亲骨肉后，感到无比的震惊。然而此时天养的性命已经到了最后的期限，当得知需要自己的心头血才能帮儿子续命后，他毫不犹豫掏出匕首刺向了自己的心脏。随后他将鲜血抹在天养的额头后，天养的魂魄也从地府回到了阳间。看着已经没了呼吸的父亲，天养哭得肝肠寸断。俗话说，父母之爱子，则为之计深远。或许孩子在别人的眼里有诸多缺陷，但在父母的心里，孩子永远都是最好的那一个。